如果还是没有资金注入去全款回收周远手中的股份，我们就没办法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营。极客飞行的资金还能撑多久？最多也就2天吧。如果他是为了面子而不要事业的话，那算我看错人了。我想要5000万，我给你银行利率上浮10%，借给我没有风险。你没有车，没有房，你的公司没有不动产，你拿什么来做抵押？要不这样吧，把你自己抵押给我。可以啊。看似及时雨的投资借款，一步步环环相扣的巧合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，我得去查查。你从底层去赚钱啊，那么想当富一代，我干嘛要给你当富二代的机会？告诉你，把你拉进我的黑名单，就是要助你成长加速。看您时间，咱们一块儿就定个几个，然后呢，我请您吃个饭，您看行不行？您真是说笑。您帮了我们极客飞行这么大的忙，这点小钱我怎么会和您计较？你确定借你们钱的是清醒梦境的酒吧老板？是啊。我就喜欢看着他被我耍，对我产生怀疑，特别着急又无处发泄的样子。先生，客人掉了这么贵重物品，老板不出来解释一下吗？不好意思，石总这个点还没上班。哇，你现在整个人大了2个号，好结实啊！开玩笑，我的成绩在蓝天丽人那可是数1数2的。数1非常好，数2是怎么回事啊？都怪你偷出来。谁啊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小乔，你是不是要出国了？嗯，行李都收拾差不多了，所以来看看你啊。其实啊，据我了解，在国内也有一些对无人机的研究。如果你只是想做研究，其实在国内也可以啊。要做就做最好的，所以我要出去看看。而且你给我的几个想法对我的启发特别大，谢谢你。那些文章就是那几篇文章啊。所以呢，我要去国外看看，学更多关于无人机的知识，回来跟你分享。我读到过一篇文章，德国的，是关于无人机最新的研究成果。真的吗？哎，肯定又在你们那个全国最绝密的资料库里面。你等我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等我啊！哎，石俊熙呢？一直没回来呀。教官不是让你去汇报吗？这都几点了还不去？哦。就是这个吗？我一会儿要去做特勤汇报，晚点直接从这地方回去。晚上跟南伯父约了酒，你自己回去注意安全。我先走了。老杨姐。我这查了半天监控啊，没人进得了你这屋，连苍蝇都飞不进来。到底是谁拿了我的军刀？大哥，整个清醒梦境连保洁阿姨都知道，你这刀是你的宝贝，谁都不能碰。肯定有人进来过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别讹我啊！刚才是你自己开的门，你等拍美国大片呢，有人从那儿进来到这儿，还不被监控拍的。整个监控我查一底儿掉了，我也没见着人影啊。有2个人可以。谁呀？常建雄
那另一个呢？我。10月，暗线10。你擅自离校已经酿成大错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丢失文件，你借阅文件的事情还有没有人知道？绝密文件丢失，学员石俊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校领导决定开除学籍，退出蓝天历任，永不录用。太不可思议了！这走廊的摄像头一个都没拍着，他最后怎么就到屋里了呢？他开始怀疑我。啊？刀尖上偷吃，砸了吧？我早就说常建雄这狗皮膏药不好对付。我就看看他能做出什么来。所以说，你这刀就是他拿的。哎，这个不叫拿，是他习惯的偷。偷，那得剁他手啊，要不然我去。
不用着急，该着急的是他，不是我。老秦，我找你有事儿。啊？快点。哎，不是，文总，我这忙着呢，老大多给3天时间重新调制这批万，这耽搁不了啊。你实话跟我说，咱批万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现在说不准，但是还是得需要一些支持。是时间的问题还是钱的问题？都需要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时间。我知道了，忙你吧。嗯。文迪，你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什么事啊？是不是合同出了问题？哎，这干嘛呀你？为什么没人告诉我，清醒梦境的老板叫10月？你这火急火燎的，就是问这个问题啊？这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有话直说。这个人的钱不能要。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查到些什么？他是周然的人？跟他没关系，他是冲我来的。冲你？你认识他？不认识。那你被害妄想症了。放心，这人我见过了。姐姐我行走江湖多年，这人看着不像个坏人。合同我们已经签好了。你知不知道你签的这个字，很有可能让极客飞行陷入困境啊？可如果不是他，极客飞行已经陷入困境了。温迪，你可不可以仔细的想一想，为什么在你一家投资公司都找不到的情况下，他会主动过来投钱？可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是有机会遇到伯乐的千里马呢？啊，他想从我们这里获得最大的利益，而我想从他那里获得应有的帮助，就这么简单。可是你的合同里还有附加条款，如果不能及时还款，就得折算股权。下策中的下策，万不得已。你就不怕他从中作坏，入主了公司啊？可如果他连这点附加条件都没有，我更应该怀疑他的居心。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其实说实话，我也不是不担心。唉，研发这种事儿啊，也没个定数，万一有什么不顺利，他还真有可能要成为股东。绝对不行！收到了。测试。老大，看你这两个。录音下来。我高估了自己，1周的研发没搞定。哎，本来我还想找到其他金主，看来啊，我最近也真的是有点衰。怎么，债主找上门来了？
嗯，到底是什么人眼光这么独到，愿意投资南桥？我也想见识见识。你见过？什么时候见过？哦，是那天在你家那个吧？什么？都把人带去我家里了？我可没带他去。我看这事儿有门儿。我怎么觉得是个偏门呢？哎，乔儿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混进江湖游刃有余、得心应手吗？因为你是谈判高手啊。错，谈判只是技巧，人缘才是根本。哼，因为我讨人喜欢呀。哎，你知道这在谈判中给我加了多少分吗？那现在还不是一筹莫展？可是现在，乔儿，谈判的主动权可是掌握在你的手中。一个酒吧老板借钱给你投资还不要股份，这换成是我，可是万万搞不定的。哎，还是你的魅力大呀。这句话怎么听着那么不顺耳呢？我也没听懂。去和债主谈谈，让他再宽限咱们几天。我啊，大哥，你确定这白花花的5000万就给人家了？你放心，我会让他们加倍分红。我总觉得花5000万买一股东保险那么不值啊！我不入股怎么玩这个游戏呢？我不玩这个游戏，怎么让常见兄品尝到让人打的滋味？这5000万得开多少分呢？哟，新来的，也不来个女的，男的又没我帅。谁呀？债主。离还款还有12个小时31分钟，我们谈谈还款的计划吧。你看过我给你发的邮件了吗？看过了。所以你也知道，搞技术研发的总会出一点状况。我们想再延几天还款。延期，可以呀。这么痛快？按照我们的合约，如果你没有按时还款，就按现在的市值对我开放股权，到时候你想延期多久就延期多久。你这么想当股东啊？你不怕我们赔钱吗？不要吓唬我。超期1天，利率上浮10%。你这是在求我是吧？不是你说的吗？生意是要谈的。这个生意我现在不想谈了。温迪，
准备新合同。爽快。那我现在就送我们极客飞行一个见面礼吧。我追加3000万，不要任何的投资股份，按银行的利息借给你3个月，给你的研发提速。你又在打什么主意吧？我不是什么钱都收。我借给你这3000万呢，就不是新品上市这么简单。有什么要求？公司要展开对无人机多领域的合作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要做个谁都没见过的。要什么回报？暂时没有。让无人机改变世界。我觉得我们为了极客飞行，我们要花多一点的时间互相了解一下。这么信任我啊？我从来不信人心。人心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善变的东西了。你看你，本来想还钱了就不见我，现在不就是变了？我觉得以后我们有很多机会经常相见。石总，请签字。提前12小时20分钟，我们的钱还清了。真遗憾，你的入股计划失败了。你怎么没经过我同意就拿了常建雄的钱啊？因为借款到期是迫在眉睫，我当然得有两手准备。可是那是他的信托基金，是他妈妈留给他。好了，我不答应，是常建雄不同意。我答应是你不同意，正反都是受气，我当然要做一个最优的选择。什么是最优的选择啊？常建雄说服了我，的确啊，做生意我宁可跟知根知底的人合作。我的男老大。你不要把常建雄的钱当成是枷锁，这不是借，是投资，是需要你赶紧完成安全性的提升，让我们的新品以最快的速度上市，还资本一个信心。已经进入测试阶段了。再给你10天时间。不行。还不行啊，祖宗！我不能因为这是常建雄的钱我就不着急啊。虽然他也没什么过分的要求，可是6天。常建雄，你的死对头。才第一次见面，怎么就变成死对头了？哥，你在我们班上也是1等1的高手，在他面前，你们俩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我听说常建雄没有一个短板，战斗技能、机动技能、渗透技能、侦察谍报技能，全是最高水平。我们来之前都已经下了赌注。看看你跟常建雄谁是第1名？这还需要赌吗？啊！你干嘛调戏我？生气了？我不能生气吗？不是，怎么样？哥。
你是不是把我当情敌了啊？这我又不是常进雄。再说了，是他耽误了你的入股计划。要我说呀，这也是好事儿。这5000万拿回来，咱们干什么不行啊？三角恋的游戏，你知道怎么玩吗？哎呀，哥呀！他这么担心我勾搭南桥，如果我不做出什么实际行动，我是不是配不上情敌这个称号？要我说呀，这事儿咱们压根儿就别掺和了。帮我看套房子吧。我早在安居客上挑好了，湖湾别墅、临湖别墅、湖景大挑高、景观小区带幼儿园。你知道南桥住在哪里吗？啊？不会吧？你不会要搬到他们小区去吧？太俗了，现在电视剧都不用这桥段了。本来呢，我打算把这个戏撑得再久一点，但他自找上门，我也不可以露怯，是不是？他越想把我藏起来，我越要光明正大的勾搭。我们的基站现在可以做成拳头大小，而且可以随意安放在我们任何。钱虽然还了，但是你欠我的那一天，今天也得还。你为什么这一次不拒绝我呢？欠债还情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。再说，我知道我欠了什么样男人一天。喜欢运动，野外生存能力强，会打拳击。你应该对普通的爬山没有什么兴趣吧？你应该喜欢开辟其他的道路登顶。你在夸我？我没想到，原来你一直在观察。用不到观察这么专业的词吧？你这么外露的表现，不就是希望别人看到你是个会员题？你怎么知道我会打拳的呢？你的斗殴水准我已经见识过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还有很多水准你还没有见识过的，要不试一下？哇，你的脸皮真的很厚。是你带着我玩那个夺命狂奔《速度与激情》的。小姨啊，可有段日子没给我发出求救信号了呀？你桃花运真差，今天这个男人看上去有点糟。看你的没有上心。你的眼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劲了呀？是吧？你也觉得它质量不好？不好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这么作物？想要跑车泡妞啊，早 out 了。你好，我是。你是南桥的场外援助是吗？我是他的弟弟。哎，不像啊，你们的气质完全不一样。嘿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说的是你是在外在，他呢是在里面。哦，他在夸我帅，说你丑。我是南桥的守护神。守护神呢？那就更不对了。你看，你的条件这么好，明明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守护，为什么要守护他呢？那你可以守护变形金刚，喜欢吗？不喜欢，你可以守护 Hello Kitty。不喜欢。那水果姐姐可以了吧？有这么多守护的，你不守护，你守护她，你知道她喜欢的是无人机，是吗？无人机。肤浅，你简直太肤浅了。看一个女人呀，得看她的
是否有黄金比例的身材。哦，你喜欢看身材的是吧？我喜欢看笑容的。我比较看重睫毛的。我跟你说，睫毛都是假的。嗨，但都比不上我小姨的内在。哦。嗨。嗨，少爷，你的那个海边别墅我都为你准备好了。你喜欢晚上搞那些什么泳装大轰趴，我都帮你准备好了。只差一点，喝了酒千万不要开直升机。哎，你我理解，撞破了直升机真的没有所谓，我只怕你开得太快呢，你的那个刘海会吹乱，万一如果把你吹头疼了，那就麻烦了。我要找大夫过来给你看病，但是老爷呢就说你败家不好。你也去海边啊？哦，我们不去。你闭嘴！少爷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管，对吧，少爷？我的车在路上故障了，你能不能顺便带我一程啊？当然可以了，慢慢开，别开太快，小心刘海。别耽误人家了。正好。你会开车吗？现在这个桥段是让你慢慢走。我不行。你为什么这么难搞？慢跑也不行，快跑也不行，什么桥段你喜欢？谁啊？没有套路的桥段吧？所以今天就不用套路了，那我们就可以赶快。救命啊！我在这儿。你没事吧？先平躺。是心脏不舒服是吗？有没有带药在身上？温迪，走紧急通道，立刻申请无人机的飞行高度，带上心脏的急救药，发到我现在的位置来。没时间跟你细说了，立刻马上，我发位置给你。停住，很快到，没事的。山路难开，无人机一定比救护车先到，我去接。停住，你会没事的，快到了，没事的啊。小心！来，吃下去。车来了，在这儿，这儿。这儿呢。前面就是山顶了，啊，走几步吧。
你好，谢谢 MB1。我找你们老板，10月。老板现在不在，有什么话跟我说吧。好啊，那我就在这里等他回来为止。那你就坐这等着呗，我等会儿给你搬张床，啊。狗皮膏药，真是。哥，现在怎么办？给老大打电话，告诉他别回酒吧。他不说老大不来，他不走吗？那出了事你再来。南小姐，为什么每一次见到你都是动作戏结束的？次次都要见电话，不是打打杀杀的，就是夺命狂奔，躲在山头了，也是在劫难逃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儿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。怎么感觉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天意注定的？这世间本来就是一物降一物啊。我们之间应该是一物克一物吧？所以说，哪有那么多的巧合？当然了，每一次我们的意外遇见，有可能都是我精心设计出来的仇。所以刚才患心脏病的人也是你设计的？我哪有这个本事呢？啊，就算我有，也要确保你有这个本事，叫无人机过来帮忙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天意难违。我做无人机的初心就是希望它能做很多很多事。你的初心不是希望你的外甥破坏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吗？欢迎收听今晚的音乐加油站。年轻就要醒着拼的你，今天过得好吗？时光飞逝，又一个季度要过去了。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这还担心你被那个火眼王大卸8块，看你这满面红光的，指不定被哪个小妖精迷了眼。他人呢？谁呀？你说那个狗皮膏药？他在那儿堵不着你，肯定是换地儿堵了。哎哥，你这栋老房子是不是着火了？什么意思啊？病都不轻了。这上面房源都特别好，我跟你说啊，我都帮你找好了啊。这过来，你好好开车，我都帮你挑好了，环境位置都不错。要我说呀，住在哪儿不重要，只要能挨着这个南桥，那真是最好。这次无人机去山里送药，就是我们飞控系统过硬的最好说明。老大，飞控系统没有问题，那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啊？老秦，啊，无聊吗你？嘿，导航系统。
导航系统是无人机的眼睛，是用来给无人机提供参考坐标系的速度、位置和飞行姿态的。一旦它无法引导无人机按照指定的航线飞行，就必然会发生突然坠机。我们一直用 GPS 定位，采用非自主的信号作为导航系统。最大的问题是对电波的抗干扰性太差。如果在无人机的4个角和腹部加入 GPS 的模块，不管无人机因为什么原因坠机，导航系统都会对飞控中枢传送调整信号，不管它怎么飞，都能平稳地着陆。我执着的谎